你好呀，這裡是 Momo 的投資筆記。微軟這次財報交出了一份幾乎挑不出大毛病的成績單，挨着增長 43%， 下一季度還要加速到大約 45%， 但市場的反應也很直接，股價一天上漲 15.5%， 從390美元附近直接衝到 451.10 美元。公司更強了，可價格也在一天之內貴了不少。上一次分析微軟時，股價大約399美元，我當時判斷估值相對偏低，基礎目標價在520美元附近。現在重新看完最新財報，長期邏輯不但沒有變弱，反而更扎實了。但在財報後這個位置，我給出的評級是謹慎增持，已經持倉的可以繼續拿，沒建倉的不建議追着這根大陽線買。這次最關鍵的是4個數字。第一，季度營收900億美元，同比增長 18%。對於一家市值超過3萬億美元的公司來說，這個增速依然很誇張。第二，IRA增長 43%， 下一季度指引約 45%。這說明客戶對雲和人工智能算力的需求還在超過微軟能夠提供的產能，不是市場原來擔心的增長見頂。第三，商業訂單積壓達到6780億美元，同比增長 84%。即使剔除 OpenAI， 仍然增長 25%， 這相當於微軟手裡已經握着一大筆還沒確認的未來收入。第四，單季資本開支達到410億美元，微軟賺得多，花的也非常猛，經營現金流有554億美元，最後留下的自由現金流只有196億美元。人工智能確實在拉動增長，但這場增長並不便宜。微軟最新價格是 451.10 美元，單日上漲 15.5%， 近一個月上漲 20.9%。過去52周，股價最低是 352.83 美元，最高是 542.07 美元。當前距離高點還有大約 17%， 但已經明顯離開財報前的震盪平台。技術指標上， EMA12 是 399.28 美元， EMA26 是394。不過 RSI 一口氣升到 71.8， 股價也衝出了布林带上軌，這意味着中期趨勢轉強，短線卻已經過熱，現在追進去，賭的是市場繼續用同樣的速度重估。如果股價先回踩420到440美元，風險收益比會舒服很多。接下來聊聊最核心的部分，估值。微軟目前的 GAAP 市盈率約 26.9 倍，按調整後盈利計算約 26.1 倍。如果使用2027財年每股收益預期市盈率大約是22倍，用今年盈利算市盈率，就像只看一個人現在的月薪估身價，沒考慮他明年會不會漲薪。微軟的問題不是缺少漲薪能力，而是市場已經提前給他算進了一部分。Azure 增長 43%， 公司整體營收增長 18%， 22倍的預期市盈率並不離譜，但也談不上撿便宜。如果2027財年每股收益達到 20.5 到 21.5 美元，給予24到25倍估值，合理價值大約在500到525美元。本報告的基礎目標價取505美元，較當前價格還有約 12% 空間。上次520美元的方向沒有錯，只是現在安全邊際已經明顯變薄了。基本面先說亮點，再說問題。第四季度毛利率約 67.2%， 經營利潤率約 45.1%， 淨利率接近 40%， 就是微軟每賣出1美元的產品和服務，最後能留下將近4毛淨利潤。智能雲收入增長 32%， Microsoft Cloud 增長 27%， Microsoft 365 Copilot 的付費席位已經超過3000萬。更關鍵的是，微軟新增加的數據中心產能幾乎立刻就能變現，說明人工智能需求是真實存在的。ROE 約 34%， 用杜邦分析拆開看，淨利率約 40%， 資產周轉率約 0.48 次，權益乘數約 1.75 倍。微軟的高 ROE 主要靠盈利能力，不是靠借錢堆出來的。公司還有約365億美元淨現金，資產負債表很穩。問題主要有3個：資本開支下一季度預計超過500億美元，自由現金流繼續承壓，雲業務毛利率受到芯片、數據中心和人工智能使用成本拖累。Windows 和 Xbox 收入分別下降 7% 和 10%， 增長越來越依賴雲和人工智能。
所以微軟當前最大的爭議已經不是人工智能有沒有收入，而是這些收入最終能留下多少利潤。我基於公開信息梳理了3種未來12個月的情景。多頭情景，概率 25%， 目標價560到620美元。Azure 持續增長 40% 以上， Copilot 變現明顯加速，雲毛利率企穩，2027財年每股收益超過22美元。基礎情景，概率 55%， 目標價480到540美元。Azure 保持 35% 以上增長，公司整體營收增長 15% 到 17%， 資本開支維持高位，每股收益落在 20.5 到 21.5美元，這是目前最可能的路徑。空頭情景，概率 20%， 目標價360到410美元。人工智能投入回報低於預期， Azure 增速降到 30% 以下，雲毛利率持續下降，市場把估值壓縮到18到20倍。3個情景加權以後，價值大約是505美元。當前 451.10 美元低於基礎情景，但財報跳漲已經提前兌現了一部分空間。最後說說我自己的操作策略，微軟的評級是謹慎增持，基礎目標價505美元，第一批買入區間放在420到440美元，這個位置相當於等待財報缺口出現正常回踩，也能讓 RSI 從超買區降溫。沒建倉的可以耐心等，不需要因為一天上漲 15% 就擔心永遠買不到。第二批區間是390到410美元，如果股價回到財報前平台，但 Azure訂單積壓和雲毛利率沒有惡化，可以考慮繼續增持。風險承估位置參考360美元，跌破這裡或者 Azure 增速降到 30% 以下，同時資本開支繼續上升，就需要重新檢查人工智能投入回報。已經持倉的朋友，基本面沒有給出減倉理由，可以繼續跟蹤 Azure、Copilot 和自由現金流，但451美元以上不適合因為財報漂亮就追着加倉。總結一句話，微軟這份財報證明人工智能需求還在加速，長期邏輯比上次更強，但股價一天完成了大幅重估，現在適合持有和等回踩，不適合追漲。如果你也在研究微軟或者人工智能雲計算這條賽道，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行業看法。覺得內容有用的話，點個讚並關注支持一下，咱們下期見。